真以为凭这个宗戚的身份，老夫这个丞相便斩不得他吗？杨仁泉拜帅，相府大参的位置出缺，大王主意浙西营田大使郭世从，那是田俊仪的亲杨舅，人心登高望低，有恃无恐，也是寻常事。这等心思甚是可笑。莫说郭世从此刻还不是大参，便是真个拜了大参，若敢公然包庇袒护亲族，老夫也能将他逐出中书。眼下战事为重，谁敢包庇袒护？九郎君自任官军容时，1个月内连参了富阳、新城、桐庐、建德、兰溪、金华、武义、永康、缙云9个县令，大王一概照准。郭大使便是入了中书，遇见这等事，第一个参劾田俊仪的便当是他，否则郑臣兄以元谋，自然不容他安居相府。先王主子以九郎最为荒唐胡闹，而今观之，竟是个有担待的。身为宗子，胆气自不必说，只这份果决，断定难能可贵。快一些，都看了些日头，若是不好，赶紧收了。来，看看是哪个县下来的，都是沉的。1月之内，连参9县。眼下战事当头，大王和中书自然不会驳郎君的面子。待得战事平息，翻回首来，对景之计，恐于对郎君不利。哎呀，不碍事，左右我是余丈子，便是再荒唐些，王兄也体谅得。下官是以为，对沈管公，郎君未免太放纵了些。那人是他参的，签押用印的却是郎君呀。子谦兄，沈公是我诚心请来错置书务的，那个时候你也在啊。我当面许了他专任其事，事请他来做，责任我来担，这理所当然嘛。你看啊，这下面的稻米已经受潮了，让他们勤翻晒。是。金华县尉孙斌命卑职回禀管沟，他前日方才署理县令，急切之间，办事没有由头，7日之期实在难为，祈管沟开恩，宽延几日。你去回复孙某，就说九郎君说的，之前已经参了9位县令，7日之内所需物资品类数目不齐，下一个参的便是他。诺。关公，仙居、黄野2县征发镇兵的名册到了。87员，这是一个都的兵力？是。征发自黄岩县忠顺都。忠顺都，在册兵额87员，实有兵额61员，编制指挥使1员，副使1员，散员于后8员，记名于后18员，记名对正34员，行军差遣全是府兵。不是62人吗？怎么说实有61人？忠顺都指挥使在接到征发军牒当日晚间伤了腿，未能随军应征。眼下这一都是谁在主事？指挥副使陆彦柱。把这些人留在兵册上，也不知道兵部是如何想的。不仅给了一个都的编制，竟还都是军官。这个都在军中还有个混名，叫做鱼头都。偏偏都他娘的吃鱼头！单师都，你们这帮望高踩低的混账行子，
哪天落到老子手里，爷爷我生厌了你们狗日的！哎呀，你又聒噪，鱼头有何不好？哎，这腮边之肉，最是鲜嫩丝滑。哎呀，整日间又不用出操出工，有何不好？好酒。吴越38个兵都，中顺都是最小的一个。不仅只有1个都的编制不说，在册的员额不满100人。此番发兵，福州的李仁达10日之内3次发出了求救文书，前后不过5日，实在是太过仓促啊！兵部的那些文书吏员们，他们是日夜不辍，饥不择食，四处的搜罗拼凑员额，这才将中正都写上了兵册，征发了过来。这样的都就不该留在兵册上，早该裁汰了。如今留下不说，那里面全都是虞后对证，兵部疏失至此，实在是荒唐。这实在是怨不得兵部啊！这一督兵，不仅裁不了，而且还要世系相传，父子相继，只要人不绝户，便有一口钱粮能吃。这却是为何？因为中顺都原本就不叫中顺都，叫吴永都。来，拽一拽啊！门盖好了，门盖上，拉过去。走仔细点儿，把这边的都搬过去。哎，快严着了啊！哎呀，快点！怎么样？粮都存好了吗？沈公亲自盯着，还剩少许。这个吴永都的根底啊，是蔡州兵。既是淮西人，却又如何来了吴越？当年黄巢起兵，屠掠中原，有吞并四海之图。其部将孙儒所部最为骁勇善战。孙儒死后，其部一分为3，一部割据荆楚，便是如今的楚国马家；一部归顺于杨行密，便是大名鼎鼎的黑云长剑都；另外一部归附于我吴越，被祖父编列为牙兵都，军号吴永。既能校猎内牙，当是军中校尉，却如何成了如今这般模样？天复2年，吴永都军帅徐婉叛反作乱，兵围杭州。那个时候，国中主力正与南唐交兵，鏖战于苏常之间，仓促间不得回返。祖父身边只有杂兵数千，顺逆悬殊，情势危急。多亏了杜令公，82日啊，身不卸甲，手不释剑，昼夜巡视，泣血守城，这才得以保全王都。后大军回师，诛灭了叛贼，自此吴永都的军号便不见于吴越校列。那这中顺都又是如何来的？那个时候，吴永都并非全军皆叛，有些许部众未曾乱中从贼。平叛后，这些人不好处置啊，祖父便将其单独编为一都，赐军号中顺，降为镇兵，许其军职世袭，父子相继。之后战士啊、义工啊，皆不用之。这些人啊，离散传习至今，已经是第3代了。兵册上的员额是一减再减，如今只剩下87人。原来如此，自天复2年至今已是45年，这些人当猪在养着，难怪养成了如今这般猪样。平日里养猪还则罢了，哪有养到这阵前来的？这等吴用的兵啊，自黄岩县几百里翻山越岭调过来，在营中屠耗钱粮，临阵杀敌根本就用不了。郎君，明日
大帅声张御史，郎君可伺机进言，将他们轰了回去吧。末将平营关军容使钱洪处有军务，请大帅示下。讲。禀大帅，中顺都指挥使因伤出缺，末将自请暂代中顺都指挥使职衔，提调其部于转运、公事两司差遣。九郎，你可知中顺都的情形和来历？回禀大帅，末将知道。知道？你还用？末将想试试。既如此，便以九郎权中顺都指挥使一职。自今日起，中顺都划归两司提调。谢大帅，末将遵命。陆头，陆头，快！何人击鼓？一通。二通。何人击鼓？有人声没人一样的。站！来俩人，给我拖出去站了。三通。大半夜的敲什么敲？让我不要睡觉。谁是陆彦珠？我是。吴越军律，鼓响三通，阵列不齐，当如何处置啊？鼓响一通而有人不至，关左帐20；鼓响2通而兵甲不全，对关以上帐100；鼓响3通而阵列不齐，全军皆斩。我胆子小，见不得血。第一天上任便不杀人了。全军杖40，醒醒！你们惹得起的，别过来！会啊！周神都。伏击法。同袍们，都给我听仔细了！我叫钱洪柱，吴越武肃王之孙，文穆王之子，当今大王的亲弟。江东南面行营官军容使，受行营都招讨，仰太尉军令。自今日起，暂代中顺都指挥使之职。今日以前的事，我一概不管；今日之后的事，我一概要管。吃饭要管，
睡觉要管，拉屎要管，走路要管，歇息要管，生要管，死更要管。总之，你们能想得到的，便没有我不能管的。方才你说我有人生没人养的，你说要删了谁？删了我。这2个人多账20。是。我是前王生的，也是前王养的，我生的儿子闺女，也都是前王子孙。你们若是敢伤了我，要夷3族的。我若是打杀了你们，打对了有赏，打错了无非是跪跪祖先堂。自今日起，我便是你们的都头。我想不通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子早就念叨过了，什么先王后王，老钱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哎呀，你就别在那里聒噪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要不是鹿头在这拦着，我管他什么亲卫都，全给他们宰了！放你娘的狗屁！挨打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个？你闭嘴吧！闭上你的嘴！哎，快点儿！一通，动作快点儿！还想挨板子吗？快走！就你们屁股疼！快！2通。快点儿！就你们屁股疼！3通。找了，成立。看什么呢？我是早就饿了。别看了，站住！酒喝多了，都忘了兵该如何当了吗？啊！一个都头，周顺都成立。恭候都头将令，末将指挥副使卢彦柱。算了，懒得与你们这帮混账置气。饭食已备，开动吧！别动，回去。站好了，左队第一使出令，站直了。别站，站成排，军所坐。右队第一师出令，快点，站成排，军所坐。左队第2师出令，动作快点，军所坐。右队第2师出令，左队第3师出令，
军所走。右队第3师出列。军所坐。都头，你不饿？啊，诺。开吃。让个位子。不爱吃鱼头？爱吃，吃。不用，我也不爱吃。自今日起，忠顺都再也不吃鱼头。吃腻了。郎君，陆彦珠求见。叫他报名贵进。诺。忠顺都指挥副使陆彦珠，请见都头。较劲。末将陆彦珠参见都头。这个月军时差了214升，历前短了1200文。是。换酒喝了？是。你自家也喝不下这么多酒吧？在册兵额87人，实有兵额61人，空额26人。是。谁吃了？刘建通，还是你？末将生性好酒，但是空额确实不敢。末将犯的是死罪，单月受罚，只求都头日后善待忠顺都这帮弟兄。我说过，之前的事我一概不管，之后的事我一概要管。此刀名叫余稳，是杨行密赠予我祖父的。祖父赐给了我父亲，我父亲又赐给了我。当年董昌被俘，押往钱塘，祖父念及旧情，于途中驿站相候，老友相见，不胜唏嘘。祖父将此刀递给董昌。7年结拜，生死相托。此刀是英雄所赠，当得起兄长的身份，也当得起兄弟的旧义。董昌以此刀自尽，祖父伤心寄怀，就此封了此刀。这些年来，这柄刀落在我手上，自今日起，将就戒了。此刀赠与你，但你若是破了戒，刀和命都还给我。我将陆彦珠遵命。